我们花好多时间在讲这一个空腾的这些 operator 其实还没有全部讲完，因为它东西太多了那包括它真正最 primitive 的那一些空腾 gate， 好，我可能会在下一章再来跟各位做说明那这边我就准备说再把它的那个计算的那些整个历史跟整个的一个结构跟各位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之后呢，我就准备把空腾 operator 这边先做一个这个结束这样好，那这个空腾 operator 怎么去看出它的整个结构，就要从一个叫 adjoint operators 来说明这样那这个 adjoint 就是叫做伴随伴随它伴随谁呢？给每一个线性映射，它会伴随一只东西在里头这样那又有一个结构出来 family of operators。那前面他刚开始讲过说线性映射有线性算子又有 A 卡就里里口口一群，能不能看出来？可是这时候又发现又有其他的东西出现了，所以我们发现说我们可以看到是所谓的叫做伴随算子，那还有一个叫厄米特算子，还有一个叫正则或叫正规算子，那还有一个叫 unitary 这个叫单式算子，这样那原则上如果说你们发现说脑袋瓜转不过来你就记住单式算子就好了那 normal operator 这个我大概这边我就尽量不讲了那它大概就是说 T star T 等于什么 T star 而已那这个地方因为它条件稍微松一点，我就不再去讲它了但是这个 operator 我们几乎以后每天都要看它那这个是它的那个有相关联因为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框框并没有全部涵盖住那可是这个是涵盖所有的家伙这样那我记得我在教这个线性代数的时候，要介绍伴随算子出现的时候，花很多的力量，因为在教书的时候就很重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给一个线性映射，那它的跟班的伴随算子到底在不在？要证明它的存在，要证明它存在，至少还要花2-3节课。好，这个就不去理它了no， 会话收回来。可是很多的研究所入学考试，包括台大资工研究所入学考试，会考这一段，会考这一个这个伴随算子怎么由来的那个数学的一个推导那当然就不在我这一个量子这边的事如果有机会来教你们更进阶一点点的线性代数呢，我再来做说明那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原来它的结构是这个是所有的爸爸，有没有？伴随算子才能够产生出一个叫做正则算子或者正规算子，那会产生我们叫做单式算子出来，这样就是跟这些都有关这样那我们来看看在整个的一个结构好，那因为我在教书或包括我自己做研究，我比较喜欢把那个整个发展的历史厘清那厘清以后呢，我们才有办法怎么样非常完整的去把这个数学行为做一个研拓学习起来会比较扎实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所以你们看到我这些帮你们录的这些带子呢，我都有很多做一个比较给你们看。好，那希望说你们能够这一个从中间吸收更多的知识。好，那 T 呢是我的一个 linear operator， 那当然一般我们都是 over C 的over C 这样那我要介绍这一支出来那这个在考试的时候就很麻烦，要介绍2件事情比如说它的存在性，它到底存不存在？有没有？那它到底是不是 linear operator？ 他爸爸是 linear operator 没有错，因为他叫，所以中文叫把它换成叫伴随算子，伴随某一个线性算子出来的。好，那它本身这个到底存不存在？有没有？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线性算子？这个是2个议题，你们自己再去翻线性代数，而且这是研究所入学考，要去考那个比较难考的那些比较研究所呢，他们都会考到那么难的这个东西那我就不管它了，我假设说它存在。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线性这一个算子好，那它的定义就很简单，这个已经先给定了嘛，给定有没有？好，它的定义是这样子，注意咯，有没有 ？UV 是随便的任意的2个向量，那它的伴随算子定义成这样子，有没有看出来？这个式子非常的我这边有很多颜色，你们可以玩，有没有？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结构方法，就是说我把第一个分量映射呢，就等于是第2个伴随算子的映射，这样所以它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How to prove？
这个是你们的 homework， 其实也不难的哈。How to prove？ 好，那这个当然是有时候玩那个量子计算、量子的东西，玩到后来哇，发现你整本现金代数不读熟好像不行，因为这是未来的主流。我们知道说，美国限制这个到中国大陆输入，第一个是晶片，第二个是 AI， 第三个就是量子计算、量子电脑的部分，有没有？这势必是未来的主流，未来的重点之一。这样，嘿，好，那这是一个题目，比如说考试考你有没有？这是我的以前写的课本里面的那个题目，嘿，那这个比如说，我就随便定义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我就定义我的现金映射长这个样子，有没有？注意哦 ，UV 属于 V 有没有 ？UV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fix vectors。然后呢，我定义这个 free， 定义就是说，那这我要定义我的数学行为嘛 ？free vector 有没有？就是我那个没有被限制住的 vector。好，就定义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就为什么写说所有的 U 属于 V， 就是它的一个数学行为哈，你要看懂它的一个数学符号。好，来找 T star， 这个在研究所考试会常考哦。好，那我要找它的话，很明显就是我这个 X 要 free 嘛，所以我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的 U 是 free， 我的 V 要 free， 那不能再用 V 跟 W 哈，U 跟 X 哈，因为已经被用了。好，把它带进来。没关系，就按照我们的 I1、I2、I3带进来。那带进来以后呢，就把这个把它提出去，这个是一个存量了嘛？提出去有没有？提出去就得到这个结果，就变这样看到。然后呢，怎么样呢？因为我要得到我后面的结果嘛，所以好，那没关系，因为它是存量嘛，存量的那个这个存量的乘法是可以。具有交换性，那交换完以后怎么样呢？我再把这一坨把它拉到后面来，有没有？拉到后面就变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有没有？这个结果，注意哦，这个时候的它跟它都还是什么？都还是固定的，所以把它变化回来以后，那这样我答案就得到了嘛？得到什么结果？我的 X mapping 到怎么样？ T star X 有看出来？那这个 T star 是等于什么东西？就等于是后面这一排啊，有没有？所以这些符号的训练你要自己如果说不熟悉，拿笔记怎样重新再做一遍这样嘿。所以这个在考试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嘿，在写论文的时候非常严谨，符号上是不准你有任何的这个疏失，疏失，尤其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什么 local variable。Global variable， 嘿，那些都是你要在设计程式要非常的严谨，嘿，那这些训练的话都是你要的，尤其是在量子空间里面，你的符号的变化跑来跑去，你那个空间跑错了，天下大乱哈。好，那这样的话就接下去就是说我们要交代我们的很重要的我们的 unitary 那一块，所以我就随便给一个，注意哦，这边就给的是 orthonormal vector， 因为我就不要啰里啰嗦了，就是说投影的时候。我如果说orthonormal vector 两个相乘的那个内积就等于1，我这分母的话就可以拿掉了哈。所以 orthonormal 就是说这个基底是两正交，而且每一个向量的长度是1，所以那我前面是把它放松不一定要1，有没有？所以变成 orthogonal。好，那它的矩阵表示式，那这个就是一般课本在讲的时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矩阵表示前面讲过，要看这个的 column vector， 我们看到。那前面讲过说，这个就是第一个的 column vector， 这个各位回去复习要前面讲过的哈。那好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嘿。那 OK，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是我的结果。我们看到，那我如果说我要证明一件事情，这个是很清楚的，非常清楚，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说，好，那我后面会推给你看哈，会推给你，因为。一般在玩到内积的时候，同学们到对面这边符号会卡关哈。可是你静下心来的话，就是说从 I1、I2、I3 还有线性代数的一个结构的话，就可以看出它不会太大问题。竟然我的
伴随算子它的跟屁虫有没有？这个 adjoint operator 竟然怎么样？是原来的这个矩阵表示式的共轭跟转置，这些数学行为都不会有错乱，一错乱的话，大概头壳就开始大结了。嘿，好，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先检查它跟它相乘有没有？那我把它展开出来，注意前面的数学定义哈。如果各位同学还不是很清楚，再回去看看我的那一个录的那个线性代数的专辑有没有？那个时候全部手写的哈，手写的好累哈，好累，所以现在改成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把它展开，有没有？那展开，因为它是 orthonormal， 所以最后只有 i 存在，其他都不存在，存在这个等于1，就是我的结果那常常在投这个数学公式，你会犯错 ij 或 ji， 自己要去测一遍因为我有教过 n 次的，说我有一本课本，我会拿来看一看再整理一下就没问题。那对你们初学者一定会搞混，绝对搞混这样。好了，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个公式，它的标准就是一个 n 乘 n 的一个矩阵。那按照我们的数学定华的话，按照刚刚的公式，它应该带出这个公式出来嘛？有没有？就是公式已经出来啦。t 的矩阵表示式是长这样，那 t star 也应该一模一样。那一模一样的话呢，我就把公式带一遍喽。带一遍没有？就是说共轭嘛，我把两个对调。共轭对调，按照数学公式，它跟它的数学行为就是这个的原始定义，有没有看到？原始定义。那这个刚刚讲它等于 AJI， 注意哦，你可以看到我们 JI 才是 AIJ， 那现在 IJ 就变成 JI， 有没有看到？注意哦，所以这个是在写或回圈非常要注意的一个数学行为。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边的数学行为有没有到这边的数学行为？那发现说我的 Bij 的数学行为，你可以看到没问题。我的 Bij 的数学行为跟我的这个 AJI 的这一个共轭的行为，所以就是这个数学公式，把它整理一遍，有没有？很漂亮。好，我这样讲才花几分钟而已，其实是你自己要学它的时候会脑袋瓜打结。我第一次学它的时候是在要考研究所的时候，因为在读大学的时候，这个老师教的东西都不多。那到要考研究所的读了4本这个原文书，也发现哇，好多地方都打结，打结静下心来想。那我现在写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教了几十遍的这个线性代数那包括这个时候我的那个量子也教了快要3年了所以这些部分的那个很多的符号我很熟练。那你要熟练的话，你就必须要加油，你一定要加强你的那个什么那个熟练度，这个是必然要有的好，那这样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比如说我随便给一个线性映射出来，求它的自伴随算子长什么样子。那很简单我们用我们前面讲过的，我就给我3个基底，有没有？然后呢，先把它的矩阵角式求出来这个就前面都教过你们，我就不要再多啰嗦了然后呢，那它的矩阵表示就是这个的转置跟共轭，所以就得到这个结果出来，有没有？好，那这个出来的话就没问题啦，就把公式带进来，这是矩阵表示式再乘上怎么样？乘上它的那个这个向量表示式，就得到这个结果出来了嘛。好简单，有没有？用这种想法就很快，非常快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整个问题把它解决掉，有没有？或者把它解决掉这样。好，那接下去赶快来做一个收官的做一个收官，就是说什么叫做单式算子这个我们在前面也都教过你的注意前面是叫做单式矩阵 unitary， 我们叫 unitary matrix。其实它背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说这个 A star A 等于什么样呢？等于 AA star 等于 I， 这个 A 就叫做 unitary matrix。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知道说，每一个线性算子会对应某一个矩阵，那某一个矩阵会对应某一个方阵，会对应某一个线性算子，这都知道的。可是对应的这一个算子呢，就叫什么？就叫做单式算子。注意咯 ，T star T 等于 TT star 等于这个 identity mapping。那这样的算子就是叫做unitary operator。记住，以后有一天你会做进阶研究的时候，会把这个计算的模型拉回去它的线性映射的模型，然后借着什么赫伯空间什么一大堆空间里面的非常的
复杂的那些数学行为去推出更难的那个理论出来啊，这个要注意的哈。好，那它有这些特性哈，就是说啊，它是一个线性算子哈，它如果说是个单次算子的话啊，那它会这个会保模长，嘿，会保模长这样啊，这个它的内积会像那这个都会 OK 嘿，所以它们3个怎么样是 equivalent 的啊？那在这里我没有再花很多时间跟你们证明了哈，不再证明了嘿。那还有一个叫做自伴随或叫2米特矩阵，就是说 T star 等于 T 哦，那个其实在前面讲过，就是说我们叫2米特矩阵，就 A star 等于什么等于 A 有没有啊？跟前面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故事这样哈。所以原则上你们就把这些都把它记得很熟哈。那这个就是说还有一个等价关系嘿，就是说假设说它是2米特矩阵哈，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eigenvalue 是实数哈，那这个地方我就不要再证明，因为要花一些时间证明。就是记得哈，就是说它只要是一个2米特算子的话，它的那个特征值会是实数。好，那还有包括这个是它的一个这个 orthonormal basis 的话，那你会发现怎么样？它的那个矩阵表示式也就是一个2米特，有没有？2米特矩阵这样哈，所以这个是很漂亮的一大堆数学行为哈。那我就在这边很快帮各位做一个整理这样嘿。所以原则上就是说我花了大概快要总共有9节有没有去讲这些算子这样嘿，那都很简单，大概前后才花差不多快2个小时而已。那如果说真正要把它那个线性代数都学好那大家可能还要再花至少10个小时以上哈。但是我已经很简洁，用空间结构跟各位讲解，你把它记住它那些关联性就可以了哈。那细节当然还是要回到线性代数的课本里面去。可是我们这些东西知识给你的以后，你能够很熟练它对你在玩那个量子计算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帮忙哈。那我们这边就先结束。那还有最后一章哈，我会再把那个更底层的这个量子的这些gate 呢，跟各位做个说明那再来分析它的一个计算的那些数学行为，这样哈。好，我们这一章就先到这边结束。